他是足坛里被球迷叫做狂人的那个人，也是公认的战术型教练。作为主教练，他拿过不少重量级冠军和荣誉，甚至站上过欧洲之巅。但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看球员时代，穆里尼奥并不是一个耀眼的名字。他当年在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踢过球，存在感不强，22岁就选择退役。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在证明他没天赋，不如说是他很早就看清自己在当球员这条路上天赋有限，于是干脆换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继续走。对足球的热爱也没有因为退役而变淡，反而变得更集中、更执着。这期视频，我们就从他并不起眼的球员生涯开始聊起。穆里尼奥的父亲是一位前职业门将，受到父亲的影响，穆里尼奥也很自然地走上了职业球员这条路。虽然他确实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球员，但这段球员生涯并不顺利。他长期只是在葡萄牙的低级别联赛里踢球，场上的位置是中场，也从来不是球队里最被关注的那一个。穆里尼奥从小就跟着当教练的父亲频繁出现在不同的球场，看训练、看比赛、看球员。他接触足球的方式并不是用脚踢球，而是很早的就开始以教练的视角下接触足球，如何观察球员，如何分析对手，战术是怎么被一步步布置出来的。到了22岁那一年，穆里尼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球员生涯差不多要走到尽头了。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突出的足球天赋，也不具备特别出众的身体条件，更不用说在顶级联赛里面立足。于是他这个年纪里面选择了退役。这个决定放在当时的足坛，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也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后来专访中，穆里尼奥这样回忆那段时间：你会感觉自己成不了顶级球员，但你又特别喜欢研究足球、运动科学、训练方法。到某个年龄，你对当球员的胃口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强，反而开始更想当教练，想更深地参与到足球里。退役之后，穆里尼奥并没有离开足球，他先是短暂地为父亲担任了1年左右的球探工作，继续在各个球场观察球员。随后，他进入里斯本大学攻读运动科学专业。毕业之后，他又做了1年的体育老师。再后来，他前往苏格兰报名参加了欧足联的教练课程。26岁那年，穆里尼奥正式拿到了教练证书。但拿到证书，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得到执教一线队的机会。他仍然需要进入一个职业足球核心的圈子，而这个机会本身就非常难得。几乎不会有俱乐部愿意直接把球队交给一名刚刚拿到证书、没有执教履历的年轻人。1992年，英格兰名帅博比·罗布森接手了里斯本竞技。由于罗布森不会说葡萄牙语，俱乐部急需一名既懂英语又懂足球战术的人，担任他的翻译和沟通的桥梁。穆里尼奥得知俱乐部正在为罗布森寻找翻译之后，第一时间与里斯本竞技主席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机会。罗布森刚抵达里斯本，下飞机时就见到了穆里尼奥。那天是俱乐部主席亲自带着穆里尼奥去接机，并向罗布森介绍说：“这位是何塞·穆里尼奥，从现在开始，他将担任你的翻译。”穆里尼奥之所以愿意接下这份工作，显然不是因为他想长期的当一名翻译，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近距离向一流主教练学习的机会。怎么管理更衣室，怎么布置战术，怎么观察球员，研究对手，这些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在跟随罗布森参加比赛之前，穆里尼奥往往会准备一大摞的笔记，笔记里详细的记录着对手的特点、球员的习惯，甚至连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标注清楚。赛前翻译时，他也会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顺带把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慢慢的，罗布森意识到，站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不只是翻译，而是一个真正看懂比赛、看懂对手的人，而且准备得异常的认真。然而，罗布森在里斯本竞技执教过程中并不顺利。虽然球队在联赛中一度排名第1，但在欧战客场输给萨尔斯堡之后，俱乐部主席对球队的表现极度不满。在飞回里斯本的飞机上，主席当着教练组和球员的面严厉批评罗布森。当然，罗布森听不懂葡萄牙语，只能询问穆里尼奥主席刚刚说了什么。穆里尼奥略显尴尬地翻译道：“他说球队的表现有损俱乐部的形象，回到里斯本之后会找你谈话。”
回到里斯本不久，俱乐部主席正式解雇了罗布森，这是罗布森执教生涯中第一次被解雇，而且发生的相当的突然，毕竟球队当时的联赛排名仍然是第一。通过这件事，穆里尼奥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职业足球世界就是这么现实，哪怕成绩还不错，只要一次表现不被接受，就可能立刻失去位置。被解雇后的罗布森很快收到了波尔图的邀请，在新的机会来到时，他主动问穆里尼奥：“你愿不愿意继续担任我的翻译，或者愿不愿意一边做翻译，一边担任我的助理教练？”听到这番话，穆里尼奥异常的兴奋，他当然愿意接受这个选择，因为这才是他真正意义上踏入欧洲职业教练体系的第一步。早在里斯本竞技时期，罗布森就已经开始让当时还是翻译身份的穆里尼奥去负责观察和分析对手。罗布森之所以放心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是因为他很清楚穆里尼奥从小就曾经为当教练的父亲做过类似的工作，对怎么看比赛并不陌生。而穆里尼奥交出的观察报告也完全超出了翻译人员的范畴，那不是几张随便写写的记录，而是一份结构清晰、内容完整、细节非常到位的专业报告。罗布森后来回忆说，穆里尼奥做的报告和那些顶级球探写的报告一样好。要知道，他当时才30岁出头，既没有执教的经历，也不是顶级球员，但他的报告已经是顶级水准了。让穆里尼奥留在教练组，并不是因为他会说英语，而是因为他真的具备助理教练的能力。到了波尔图之后，穆里尼奥这种助教属性就发挥得更加明显。他不再只是负责翻译和观察对手，而是开始全面参与到球队的日常工作当中，和罗布森一起为球员制定训练计划，参与备战讨论，负责赛前的准备工作。在罗布森带领下，波尔图一路打进1994年的欧冠半决赛。虽然最终输给了克鲁伊夫执教的巴塞罗那，但正是这场欧冠表现让巴萨方面注意到罗布森。这次相遇也为后来罗布森执教巴塞罗那悄悄地埋下了伏笔。在葡萄牙联赛那些年里，穆里尼奥在幕后为罗布森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而罗布森同样也在不断提携和信任穆里尼奥。两个人的性格上并不相同，但在足球层面却形成了一种非常互补的关系。一个经验丰富、善于管理，一个准备充分、细节到位，彼此成就了双方。1996年，罗布森正式接受巴塞罗那的邀请，接替克鲁伊夫，成为俱乐部新任主教练。而穆里尼奥也跟随他一起走进了洛坎普，并在巴萨这段经历中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历练和成长。在巴塞罗那时期，穆里尼奥已经是罗布森教练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负责翻译，但真正的工作远不止这些。在训练场上，他会参与训练的安排；在备战阶段，他会通过战术建议和对手的分析，帮助球队做针对性的准备。已经完全进入了类似主教练的角色。虽然罗布森的整体执教风格偏向进攻，但穆里尼奥并没有完全照搬这一套路。他在战术理解上更加强调防守结构和反击效率，这种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弥补罗布森在防守层面上的不足。师徒二人思路并不相同，却在实战中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在巴塞罗那第一个赛季，他们一起为球队赢得了欧洲优胜者杯、国王杯和西班牙超级杯3项冠军，成绩非常亮眼。但即便如此，罗布森在巴塞罗那只执教了1个赛季，这并不是因为成绩的问题，而是当时俱乐部对他的定位本身就更偏向过渡的教练。克鲁伊夫时期建立的足球理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巴塞罗那，不仅在一线队，就连青训体系也在延续这种风格。因此，俱乐部希望下一任主教练能够完全承接并强化这套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阿贾克斯主教练路易斯·范加尔同意执教巴塞罗那，俱乐部随即与他完成签约，而罗布森则转任俱乐部的形象大使，继续的留在巴萨体系里面。在罗布森的强烈推荐下，穆里尼奥也顺利留在教练组，成为范加尔手下第3助教。在范加尔身边，穆里尼奥又接触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术思路。两人在工作中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客场比赛前，穆里尼奥都会和范加尔一起外出散步，讨论比赛，交换各自的想法。
在穆里尼奥的协助下，范加尔执教的巴塞罗那连续2个赛季夺得了西甲的冠军。随着合作的深入，范加尔越来越明白当初罗布森为什么极力推荐穆里尼奥。在他看来，以穆里尼奥的能力和潜力，长期只担任助教多少有些可惜。为了进一步激发他的潜力，范加尔安排穆里尼奥去执教巴塞罗那 B 队，并在部分杯赛中让他负责一线队的战术安排。这些经历也让穆里尼奥在教练道路上变得越来越自信。在巴塞罗那时期，穆里尼奥和球员之间的距离其实走得非常近。那段时间，他也和当时还是球员的瓜迪奥拉有过不少的交流。2个人会经常交换各自的看法，聊比赛，聊战术，讨论一支球队在场上到底该怎么运转。在巴塞罗那那段时间，穆里尼奥和瓜迪奥拉之间的持续交流，确实让双方都接触到了不同的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各自宝贵的经验。2000年，37岁的穆里尼奥离开了巴塞罗那的助教岗位，在名帅身边学习了多年之后，他终于想亲自试一试，如果由自己带队，能不能真正的把一支球队带好。就在这个时候，本菲卡给了他机会。当时的本菲卡已经6年没有拿到葡超冠军，球队长期处在低谷期，财政状况也并不理想，请不起有名气的大牌教练。俱乐部急需要在尽量低的预算下重新提振球队的士气。穆里尼奥作为一名葡萄牙本土的年轻教练，名气不大，签约成本也低，自然成为了俱乐部的理想人选。但出于谨慎考虑，俱乐部并没有给他长期的合同，而是只和穆里尼奥签下了半个赛季的短约，先看他的执教能力，再做决定。他后来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说：“我知道那时的本菲卡是一支缺乏雄心、整体薄弱的球队，球员们已经习惯了失败。但正因为这样，那也是一个证明我自己的好机会。”但有意思的是，就在穆里尼奥升任本菲卡主教练几周之后，他的恩师罗布森正在纽卡斯尔执教。罗布森希望穆里尼奥能前往纽卡斯尔继续担任他的助教，并且向他承诺2年后自己退休会推荐穆里尼奥接任纽卡斯尔的主教练，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份邀请。他后来解释说：“我很清楚罗布森不可能在纽卡斯尔退休。”这一次，他选择坚持当主教练的道路，而不是再回到助教的位置。至于这个决定后来有没有让穆里尼奥感到后悔，外界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本菲卡的执教生涯确实异常的短暂。在那段时间里，穆里尼奥带队赢下了几场重要的比赛，希望借此机会与俱乐部新主席商谈续约的问题，但是遭到了拒绝。穆里尼奥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随即选择辞去主教练的职务。2000年12月，他正式离开本菲卡，整个执教周期只有3个月，9场比赛。在短暂失业大半年里，当时还在葡超征战的莱西亚联合邀请了穆里尼奥担任新赛季的主教练。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他也很快抓住了它。在执教莱西亚前半个赛季里，他的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执教期间，他一度将这支并不起眼的球队带到联赛第3的位置。从2001年11月开始，莱西亚在他的带领下打出了一波6连胜，积分一度只落后当时的豪门波尔图1分，距离榜首也不过6分。这样的带队成绩在葡萄牙足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迅速吸引了大俱乐部的注意，其中就包括波尔图。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在2002年1月，波尔图支付了穆里尼奥的违约金，正式任命他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穆里尼奥来到波尔图，几乎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关键也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无论是对波尔图这家俱乐部，还是对穆里尼奥未来的执教道路而言，这一步都至关重要。上任之后，他立刻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打造球队。他引进了自己认为球队真正需要的球员，而留下来的球员也必须完全接受他的执教理念。从那时起，他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鲜明，甚至有些强硬的执教风格。他要求球员对自己有极高的标准，严格完成每一项训练内容。他不需要态度松散、缺乏专注度的球员。这种高要求的管理方式，很快让波尔图形成了一支纪律性极强、斗志十足的球队。在
在01到02赛季剩下的半个赛季里，穆里尼奥带队交出了15场不败的成绩，其中11场胜利，并在赛季结束时成功将球队带到积分榜第3位。进入新赛季之后，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战术体系，让球队改踢更加平衡、更加稳定的4-4-2阵型。在他的调教下，这支纪律严明、充满斗志的波尔图继续取得突破性的成绩。整个赛季，穆里尼奥带队取得了27胜5平2负的成绩，成功赢下自己执教生涯第1座联赛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在同一个赛季带队拿下葡萄牙杯冠军和欧洲联盟杯冠军，作为自己执教生涯中第一个完整赛季，一口气拿下3座冠军，以及足以证明穆里尼奥的执教能力。但对他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赛季结束后，他向俱乐部和球迷们公开表示，下一个赛季我们会赢得欧冠冠军。03到04赛季拿到欧冠资格的波尔图在小组赛中被分到了一个难度不低的小组，同组里面有皇家马德里和马赛。穆里尼奥心里非常清楚，要正面击败拥有罗纳尔多、罗伯特卡洛斯和飞哥的皇马几乎不现实，所以他一开始就给球队定下了一个非常务实的目标，争取小组第2出线。只要能够在马赛的直接对话中占据优势，波尔图就有很大机会保住这个位置。事实证明，穆里尼奥对阵容的实力和差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面对皇马，波尔图确实处在明显的下风，比赛过程中也相当艰难，但在对阵马赛的2回合比赛里，波尔图主客场都全部取胜，顺利地锁定了小组第2，成功晋级淘汰赛。而在16强里，等待穆里尼奥的是另一支欧洲豪门曼联。波尔图作战主场迎战弗格森执教的曼联，这场比赛踢得并不轻松，穆里尼奥的球队最终以2-1艰难取胜，但这个比分并不保险，因为曼联拿到了一个宝贵的客场进球。回到老特拉福德之后，几乎可以预见曼联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进攻。这回合在老特拉福德，曼联由斯科尔斯率先破门。如果这个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曼联就会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晋级8强。关键时刻，波尔图的科斯蒂尼亚打进了一颗价值千金的客场进球，最终双方1-1战平。波尔图以总比分3-2淘汰曼联，成功晋级。进入8强后，波尔图对手是法甲球队里昂。这一轮比赛里并没有给穆里尼奥制造太多麻烦，2回合下来，波尔图以4-2总比分顺利晋级半决赛。半决赛中，他们遇到了当时被称为超级拉科的拉科鲁尼亚。那支拉科鲁尼亚正值巅峰期，状态极佳，而且他们在1/4淘汰赛中淘汰了 AC 米兰，实力不容小觑。不过这2回合比赛踢得异常谨慎沉闷，首回合0-0战平，次回合波尔图依靠点球淘汰对手，惊险晋级决赛。而决赛的对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豪门，而是另一支法甲球队摩纳哥。和波尔图一样，摩纳哥同样是那届欧冠的超级黑马，他们在8强和半决赛中分别爆冷淘汰了皇马和切尔西，成功杀进了决赛。因此那一年的欧冠决赛也被很多人称为一场真正的黑马之争。如果决赛面对的是其他欧洲豪门，穆里尼奥未必能笑到最后，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摩纳哥会淘汰切尔西闯进决赛。但现实摆在眼前，这样的对手组合对穆里尼奥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因为在他的判断中，这支由他一手打造的波尔图在整体性和执行力上明显要强于摩纳哥。比赛结果也完全印证了他的判断。欧冠决赛中，波尔图3-0击败摩纳哥，赢下了队史第2座，也是穆里尼奥执教生涯第1座欧冠奖杯。正是这段在波尔图的执教经历，让穆里尼奥名声大噪，一举跻身世界级名帅的行列，成为当时欧洲各大豪门争相追逐的目标。而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穆里尼奥正式走上了后来人们熟知那条狂人之路。2004年，切尔西决定在新赛季签下穆里尼奥，由他接替拉涅利，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之所以能成为切尔西第一选择，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波尔图用并不昂贵的阵容拿到了欧冠冠军，这充分证明了他看球员的眼光，而这种能力正是和他从小跟着父亲一起观察球员、做球探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如此，在切尔西执教期间，他的俱乐部球探团队提出了非常明确也非常严格的标准，
不要找名气最大的球员，而是找真正有价值、适合体系的球员。来到切尔西之后，在俱乐部的全力支持下，穆里尼奥在转会市场投入了7000多万欧元，引进了一批潜力极高，同时也非常符合他战术需求的球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包括德罗巴和埃辛。这次引援也为穆里尼奥打造出了一支可长期竞争的完整球队。切尔西时期的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始终表现得极度自信，这种态度也让不少媒体觉得他过于自负，但他自己本人对此毫不在意，甚至在发布会上直言：我怎么会是自负的人？我已经拿到过欧冠冠军，我只是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一个人。在04到05赛季英超，穆里尼奥把切尔西打造成一支防守极其稳定、进攻极具硬度的球队。整个联赛赛季，切尔西只丢了15个进球，完成了25场零封，这2项数据都堪称英超历史级别。最终，球队以95分的高分强势夺得英超冠军。这不仅是切尔西时隔50年再次拿到顶级联赛冠军，也成为穆里尼奥执教生涯中第2个联赛冠军。紧接着的05到06赛季，切尔西再次夺得英超冠军，成功完成卫冕。穆里尼奥执教切尔西的前2个赛季就连续2次拿到联赛冠军，用结果证明了自己的执教理念是完全正确的。这套理念不只是依赖精准的引援眼光，更建立在强硬的更衣室管理能力和对球员几乎苛刻的要求之上。而这种执教方式也几乎贯穿了穆里尼奥整个教练生涯。如果按照正常逻辑来看，他原本完全有机会像福格森在曼联、温格在阿森纳那样，在切尔西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属于自己的时代。但现实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穆里尼奥鲜明而强势的性格，最终让这一切化作了泡影。在切尔西执教期间，他与俱乐部老板罗曼以及体育总监弗兰克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些难以调和的分歧和不愉快。矛盾激化之后，他甚至公开表示过这样一句话：要么俱乐部在我现有合同2010年6月之前到期不与我续约，要么俱乐部立刻将我解雇。切尔西高层其实也非常清楚，在那个时间点直接解雇穆里尼奥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仅在竞技层面上站不住脚，在舆论层面也必然会遭到球迷的强烈反弹。但正是这些持续发酵的场外因素，对球队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进入07到08赛季，切尔西的开局已经不像前2个赛季那样顺风顺水。球队在联赛和欧冠中的表现接连受挫，这也让球队主席非常的不满，甚至一度认为穆里尼奥态度问题是成绩下滑的重要原因。最终在2007年9月，新赛季仅仅开始2个月后，穆里尼奥便离开了切尔西。虽然俱乐部对外统一使用了和平分手这样的说法，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分道扬镳，本质上还是源于内部的长期矛盾。值得强调的是，穆里尼奥离开时依然是切尔西队史最成功的主教练。在短短3年时间里，他为球队带来6座冠军奖杯，并且在执教期间，切尔西的主场联赛保持不败。从成绩层面来看，他几乎已经把切尔西带到了一个难以复制的高度。离开切尔西之后，穆里尼奥的下一站就是意甲的国际米兰。在国米执教第1个赛季，穆里尼奥很快发现了一名极具天赋但性格也非常鲜明的年轻球员巴洛特利。他给了巴洛特利大量的出场机会，也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这种信任很快也得到了回报。在执教国民的首个赛季，他就带队拿下了意甲联赛冠军和意大利杯冠军，用冠军为自己的到来定下了基调。而真正改写穆里尼奥在国际米兰历史地位的是接下来的第2个赛季。这不仅是国米队史上最辉煌的一个赛季，也是穆里尼奥彻底成为国米传奇教练的赛季。在那个夏天的转会窗口，他对阵容进行了关键性的调整。他引进迪亚哥·莫塔和韦斯利·斯内德来加强中场的控制力。在锋线上，他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但后来被证明极其成功的决定，将伊布交换到巴塞罗那，换来了埃托奥。完成阵容重组后的国米迎来意大利足球历史上堪称完美的一个赛季。他们先后拿下意甲冠军、意大利杯冠军和欧冠冠军，完成意大利足球历史上的3冠王伟业。
在欧冠决赛中，穆里尼奥率领国米击败了自己昔日的恩师范加尔执教的拜仁慕尼黑，帮助国米时隔多年再次登顶欧洲，同时也让他本人赢得了执教生涯的第2座欧冠奖杯。但就在夺冠后的第2天，穆里尼奥却亲口承认，这场比赛是我在国米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原因也很简单，皇家马德里向他发出了邀请，并且愿意为此支付高昂的违约金。谈到这个选择时，穆里尼奥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也非常穆里尼奥式的回答：如果你一生没有执教过皇家马德里，那么你的职业生涯始终会留有遗憾。就这样，在10到11赛季，穆里尼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西甲执教生涯。之所以选择让穆里尼奥执教球队，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带领皇马重新夺回欧冠冠军。无论处在哪个时代，皇马几乎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阵容。穆里尼奥执教这支皇马也同样如此，但他的任务并不只有欧冠这一条线。在国内赛场上，他还必须在联赛中击败巴塞罗那。而此时，巴塞罗那主教练正是穆里尼奥昔日的同事瓜迪奥拉。就这样，两人围绕着西甲、国王杯以及欧冠赛场展开了一场持续3年的正面对抗。在皇马执教第1个赛季，穆里尼奥迎来了极大的挑战。首回合国家德比中，皇马0-5惨败给瓜迪奥拉执教的巴塞罗那。这场失利不仅在比分上极具冲击力，也让皇马在舆论和心理层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个赛季，皇马最终也没能拿下联赛冠军，但在国王杯赛场上，穆里尼奥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反击。决赛中，皇马1-0击败巴塞罗那，成功夺冠。这种冠军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不仅帮助皇马终结了在关键比赛中被巴塞罗那全面压制的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球队在赛场外承受的压力。到了第2个赛季，穆里尼奥的皇马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爆发。在西甲联赛中，皇马创造了联赛历史，当赛季拿到100个联赛积分，并打进121个联赛季球，成功夺得西甲冠军。这2项数据在当时都刷新了西甲历史纪录，也标志着皇马在正面竞争中真正压过了那支巅峰时期的巴塞罗那。穆里尼奥在皇马执教了3年，这3年里，他为球队带来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但始终未能带领皇马捧起欧冠奖杯，这也成为他在皇马时期最大的遗憾之一。2013年，穆里尼奥离开了皇马，这段经历或许并不是他最受欢迎的一段执教旅程，但毫无疑问，这是他整个教练生涯中压力最大、对抗最激烈，也最能体现他性格和执教风格的一战。如果要说穆里尼奥真正开始走下坡路的阶段，大概率要从他第2次执教切尔西之后算起。2013年，离开皇马的穆里尼奥回到切尔西，开启了自己的2进攻。回归之后，他花了一段时间调整阵容，试图重新磨合这支切尔西。期间，他先后签下了萨拉赫和德布劳内，但在当时的战术体系里，穆里尼奥并没有真正激发出他们的能力，很快便选择将2个人外租。在14到15赛季，他带领切尔西拿下了英超冠军和联赛杯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切尔西的历史地位。穆里尼奥依然是切尔西的传奇教练，但问题出现在夺冠之后的新赛季。随着15到16赛季的开始，切尔西的状态急转直下，在前16场比赛里输掉了9场。与此同时，穆里尼奥开始频繁与球员产生矛盾，更衣室气氛逐渐失控。最终，在成绩和内部关系的双重恶化情况下，俱乐部遗憾地选择解雇穆里尼奥。随后，穆里尼奥来到曼联，他接手的是一支正处在重建期、内部结构相对混乱的豪门球队。执教曼联的第1个赛季，他就带队拿下联赛杯和欧联杯的冠军，并在联赛中获得第2。如果从现在的时间点看那支曼联，这已经是曼联这几年里最好的一个赛季了。或许连穆里尼奥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在曼联的巅峰成绩。但随着时间推移，穆里尼奥性格再次成为考验。他与部分球员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尤其在管理方式和比赛态度上的分歧，让更衣室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公开批评球员，在状态尚可的情况下弃用部分球员，这些行为在成绩下滑时被不断的放大，最终让俱乐部不得不做出解雇他的决定。之后，穆里尼奥又先后执教了热刺、罗马、费内巴切，并最终回到了本菲卡。
在这些球队中，除了在罗马夺得过冠军之外，穆里尼奥没有再带队拿下重要的冠军奖杯，而多次下课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执教的态度有关。与俱乐部高层、球员的关系不够融洽，在新闻发布会上言辞过于直接，甚至公开批评球员，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了球队的士气。穆里尼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高傲的？也许要追溯他在国际米兰拿到第2座欧冠奖杯那一刻开始。那时候的他确实是世界足坛最顶级的教练之一，战术布置和用人选择都是他赢下冠军的关键。但当狂人这个标签彻底形成那一刻，或许也正是他走向失败的起点。以上就是何塞·穆里尼奥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